当女儿，也不当妈了，就做李佳格，是品质过硬的圣衣，是更心动的价格。快上唯品会搜“女儿妈妈”，大牌衣服3折买。这里是唯品会冠名播出的《是女儿是妈妈2》，上唯品会大牌衣服3折买，是女儿是妈妈2的指定鲜奶品牌鲜博士，牛在身边，奶才新鲜，鲜奶就喝鲜博士。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营业、会员彩蛋、加更版等精彩衍生。说要来节目跟我吵一架，然后每天对我这么客气。哎，我很喜欢昨天那舒心带来的这个，就是里边有草药，可以吧？这样是不是很舒服？啊？对。哇 ，Hello， 啥姐 ？Hello， 你俩，我们俩哪个房间？这个房间啊，挺好，挺好，真好。挺好的，你们玩的好吗？我们昨天玩的可好了。是啊，我给我羡慕坏了。我跟肖在楼上。OK， 哇，宋怡在这儿。哎，阿姨，你好，宋姨。终于来了，来了，想你们嘞。那昨天怎么还不来了？哎呦，哎呀，走走。好了。你昨天咋了？他病了？生病了？生病了，我就只得确定就是自己 OK 了才敢过来。看到。Hello， 哟，这啥呀？给你的小礼物。妈呀，给我什么小礼物？给我送啥礼物来信？还给我送礼物？哎，休息好啦，来啦！咦，好，这是什么？哎呀，这有任务卡啦。大家长，我替你接收了一下这个。要读任务卡。好，我们现在要玩一个趣味小知识的游戏。每一道题都会出一个地方的冷知识，有对有错。母女为一组，觉得是真的举对的牌子，觉得是假的举错的牌子。来，请上题。如果你在海南问路，当地人告诉你急急走，并不是让你快点走，而是告诉你直直走，请问这是真的吗？急急走啊！急急走，急急走啊！他说话那个调啊，急急走嘞。这肯定真的，我选真的。 3、2、1，我觉得是对的，同意，急急走，同意。急急走嘞。答案这是真的。海南人说的急急走就是直直走的意思，你有被蒙到吗？没有，蒙不到。急急走啊，15块啦！急急走啦，15块。广东省广州市朗头村原名朗头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之一，也是黄氏一族。哟，黄氏一族单姓村落，现在整个村落的男性都姓黄，请问这是真的吗？这太小众了吧？整个村落的男性都姓黄，
有点不可思议。他女的应该也姓黄的，没听说过，反正有可能的，有可能。咱们选对。这个赢了有什么奖品吗？先那个说来听听。这个奖品就是大家都非常相喜欢，是1000块吗1000块更高级。比1000块更高级，5000块。来吧，来吧，举3、2、1，你们都选什么？我们选对，默默选错。来揭晓答案，答案这是真的。呀，这是真的。答案是真的。就怪你整错了。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朗头古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始建于南宋末年，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系广州现在规模最大、保存完好、极具岭南特色的广府古村落之一。朗头村有着完整的家族脉络，全村男性全姓黄，形成了黄姓单姓宗族村落的基本形态，是广府核心区宗族村落的典型代表。现在朗头拥有完整的明清金砖建筑200多座，26座祠堂书室在村面一字排开，连绵400多米，形成了珠三角地区罕见的规模庞大、保存完整的明清古建筑群。近几年，朗头以文化引领、工艺赋能的创新模式助力古村振兴，打造了春阳台艺文中心和春住民宿、积木楼古村长展、光影艺术展等多元业态，受到多方的好评。哇哦，又学习到了。对，重庆鸡公煲，我最爱在横店最爱吃的就是重庆鸡公煲。全国第一家门店在重庆，却不知道。它都叫重庆鸡公煲了，应该是吧？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吧？重庆鸡公煲第一家在重庆，会不会就是打我们会这么想？我觉得应该是错的，我觉得应该错，是吧？可能在成都。我觉得这种问题出的就是个坑。对，我就觉得就像沈阳鸡架一样，他没有必要在沈阳当地叫个沈阳鸡架，他肯定在外地才会提醒大家这个是沈阳的饭。有道理，没准在北京或者上海。那我们举牌子吧。答案这是假的。上海建造了。上海创建，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名叫重庆的莆田人在上海创建了这个品牌。刚刚的结果只有我跟妈妈错了吧，其他人都对了。哇，耶，我们3个赢了，是3个礼物是吗？那也就我们有15000块钱。你赚的真快，钻钱眼里面去了。什么呀？哇塞！谢谢。哎呦，那你拿一个。啥玩意儿呀？来，一人一个呀？没有我们的，我不会，我感受感受。这个外面这块布还蛮好看的，小碎花儿。哦，香丝儿。哦，好香哎，真好。谢谢。外面天气很好啊，我们出去野餐吧。又是这熟悉的帐篷和椅子，看来又有新的嘉宾，1、2、3、4、5、6、7、8、9、10个哎，那有2个嘉宾哎。呀，我们怎么有这么多座位啊？是不是有那个飞行啊？肯定有。啊，还缺谁吗？肯定还有2位那个飞行老师，不知道是谁。Hello，妈妈们、女儿们。我公公婆婆第一次来我家的那个场景，哇，那天与其说是提亲，不如说是谈判。哇，我婆婆公公刚坐下就开始夸我说啊，我们一看她就是那种又麻利又孝顺的好媳妇儿哈。我妈说那是你们不了解她。我女儿脾气差，性子急，懒得要死还财迷。我说妈，行了啊。妈说咋了？这就把丑话说前面。这也太丑了呀啊！大家好，大家好 ，Hello，嗨，网友见面，我俩网友，对，互关网友，真是网友。今天这个环节叫做大家来找茬，找找我俩为什么同时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猜一下，猜一下，为啥呢？肖，两位都是语言艺术工作者。哦，他说的好高大上，突然觉得自己高大上了。其实咱俩都是语言工作者，你看脱口秀演员、主持人，这个语言这把双刃剑吧，它可以表达爱，也可以带来伤害。那我俩今天就主打一个火上浇油，主打一个伤害是吧？对对，不管是火上浇油还是雪中送炭，主打一个给大家建立一个语言的桥梁。因为脱口秀就是大家平时生活中的一些情绪化的问题，可以通过脱口秀的语言来表达出，这样彼此大家都好接受。而且母女之间嘛，我们就想邀请4个女儿去讲一场脱口秀，以“妈妈请听好”为主题。哇！主要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给大家一个空间，这个每个家里情况还不一样，有的是词不达意，那就干脆答一次意，就不拐弯抹角了，打直球。好，还有一种情况是那个平常说的话，不一定是正话反话，所以给大家一个机会，好好的讲讲心里话。母女之间咱就可以有气当面发，是吧？有槽当面吐，这真的很难。没事的，那是明天的事儿。咱们今天先欢乐的做游戏，先把这个赛前热身给整活整起来。行。今天呢有个小前菜，咱有一个语言游戏，先给大家热热身。这是一个非常考验心理素质跟表达能力，还有我觉得有一点点火药味，很刺激。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谢谢你。大家以谢谢你什么什么我的女儿，或者谢谢你我的妈妈为开头，陈述一件让你不开心或者不舒服的事。好好说话，人生开挂。我和唯品会一起见证大家的开挂时刻。陈梦，要不你先来？咱俩引发点也挺好走。咱俩不会节目结束以后回屋打起来了吧？好，开始。谢谢我的女儿，在你9岁的时候才正式公明我是你的亲妈。哦，怎么？谢谢我的妈妈，虽然我9岁已经有了工资，但我从未见过工资卡。他那时候年纪还小，因为他毕竟才9岁嘛，怕小孩学坏，所以说，当他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我就给他讲，你的工资卡必须放在我手里面。完了以后，我就给他开了一张副卡，他只要是花钱的时候，我这里面信息全都收到了。谢谢我的女儿，当你出差回来，你的行李拿进家里的时候，就感觉乱，让我这个爱干净、爱收拾卫生的我，有了一种眼不见心不烦的感觉。这不是夸我吗？这意思是说你行李扔了就不管了，就丢给你老妈了。对，谢谢我的妈妈，你这么爱干净，经常把我的娃娃清理掉。哦，丢孩子东西。谢谢我的女儿，让我的脾气一见到你就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谢谢我的妈妈从小对我的棍棒教育，让我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不记得，没打过。不可能没打过。妈妈真的没有放水吗？没有放水，没有放水。到底打没打？这个你俩要掰扯一下不？没少打。但是你后来你不是和我说，妈妈，幸亏我小时候你严格。我能说什么呀？哦，吐槽大会。邓老师，那我们吧。好，我们看看这个儒雅版的，看邓老师是怎么吵架的。我就没见过邓老师着急。谢谢你妈妈，
享受，还有享受，谢谢你，就是当我来的时候准备行李，结果呢带来的行李全是他的衣服，我的衣服都不需要你帮忙，谢谢你。哟，谢谢你妈妈，每次对你的好意你都是委婉的拒绝，让我一直要跟爸爸沟通，让我跟我父亲的关系越来越好了。哎呀，扎心了。谢谢你，我对你的消息很多都是从网上才能够听到，我很难过，我很难过。所以呢，就是我希望你呢跟我直截了当的讲一些的心里话。我很在意，不是网上的消息，从直接心灵的相交。我没啥可说的了啊，那你就输了。你就输了。哇哦，邓老师胜。看到是突然一个瞬间，就是妈妈说到很多消息，她都是从网上知道的。她说了2遍，但是她没说具体是哪些消息。他们很少跟我交流呀。第一个孩子生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她怀孕了。她的事儿您都是通过谁知道的？我都是不知道，我爸爸吧。那婚姻呢？先斩后奏，为什么？没有想过，就是因为18岁以后很多抉择是我自己做的，有的时候不告知我们。我希望和我女儿之间的交流能够达到彼此之间深层次的接触。就是最近几年其实回家的比较少，其实跟妈妈跟出来就是旅行的机会也几乎都很少，所以就是交流都是行色匆匆，就没有太多这种深入的可以去探讨的。然后因为干我们这个工作嘛，也是有很多真真假假呀，很多这种新闻，所以有的时候也没有机会去太多的去解释啊、去讲啊、去表达，可能是觉得对家人来说也是一种伤害吧。我觉得其实这个可能也是我好心办的一些坏事儿，因为我是出于保护的一种心态，刻意的去规避一些。那我妈妈现在的就是以她的身体状况，很多情况她其实也不能改变什么，她只会增加烦恼的时候，我有可能选择不告诉她。妈妈有问过吗？邓老师就是看到那么多信息来源真真假假的时候，因为有些网络几乎经常有他的消息。有他的消息，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于是呢，就只能看到你自己也很努力，只能也就算了。妈妈的这个担心，除了有这个分辨不清信息来源以外，肯定还是有一种心疼在的，又心疼你，又不愿意把这个需求说出来。又希望你好好的，这就是他们之间的爱的方式，我算是读懂了。我只能做到的，物质上给他一些支持，带动精神上的支持，就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做。他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爱的表达的。我妈妈其实也是，你看这次我去排话剧，她也就是默默的跟我还煮了我特别喜欢吃的明虾，然后送过来。但是她只是可能这个人就是表达的方式不太会夸人，然后也比较严肃，要求比较高。她的内心其实是爱我的，她在心里是希望我好的，她没有就像我爱她一样。所以我觉得你只要了解了这个，就不会有太多的这些芥蒂。表达这就是互相的嘛，这个所以说你觉得你也行，我也觉得我也可以，那我们两个不就永远都没有交集的机会了吗？是不是这样？是这样。我第一次看到邓老师说女儿说的对呀，这就是语言的魅力。有时候直说挺好的，我就爱我女儿，我女儿那么厉害，我就夸她，我不用绕那么多弯子。她说的对，她就说的对，是不是？开心不？挺好。她第一次这么容易得到了认可。
来。唉，要不我们俩干一架，要不然我们俩吵一架，就是他可以冲我发发火呀，我们俩斗斗嘴呀，吵吵架呀，就是他对我不满意的地方，他可以直接说出来。谢谢你，我的女儿，我现在就想跟你吵一架。天天把那个 orange 然后送给我，我没有办法，天天得遛狗。谢谢你，我的妈妈，说要来节目跟我吵一架，然后每天对我这么客气。打直球了，开始。谢谢我的女儿，一天天让我发展我的兴趣爱好，不让我天天躺平。谢谢你，我的妈妈，你自己做手术也不告诉我。谢谢你，我的女儿，我生病了之后，把妹妹从我身边带走，让我没有人可以操心了。妹妹20多岁了，已经不需要你的操心了。哇，这一轮很精彩呀！谢谢你，我的女儿，一天天你说我焦虑，搞得我真的焦虑。随便你怎么说，反正你就是真的焦虑。就是不输，这个焦虑我不需要。哎。看在你是妈妈的份上，我不想跟你争了，我不想跟你争了。退回给你了，退货了。对方撤回一份焦虑。为什么刚刚那个你又觉得这个太客气了呢？不是想干一架吗？怼一下呀，吵一下呀，我觉得非常好，特别开心，特别幸福。希望能跟他吵一架呢，其实我更多的是希望他能够把他的委屈啊，他生活的不易啊，或者他遇到的问题啊，他的困难啊，他不要憋着。其实我是希望就是他有一次宣泄自己的机会，然后能够跟我，因为我是妈妈，他可以对我吼对我吵，怎么样都没关系。所以我希望就是他能有一个这样的口，然后对着我吼啊，对着我哭啊，我都很希望就是他能够对我这样子。对，有的时候这样也挺好的，因为我妈是那种不经常开玩笑的人，说话都是非常认真的那种，很久很久没有办法直接的去表达自己的内心，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来吧，哎，我妈很少能说过我，所以这次我让你赢，来。我不行，我让你赢吧，我服，我就马上就来，你先来。我先谢谢我女儿，谢什么呢？啊？谢什么呢？我还真的谢谢你，撤回一个谢谢。我还是你别再来回晃，你说完了以后推到我这儿来。完事儿了啊？没听着呀。我谢谢姑娘，谢谢女儿，谢什么呢？我还是真情的谢谢你。什么？不是你为啥总让我重复啊？咱俩就得干仗。我跟你说，姐，我们真的都没听懂。是要吐槽，反话。那我就谢谢你，每次给你爸买最好的药，还告我少吃点药。什么意思？什么给我爸买最好的药，让我爸少吃点药？对呀，你总给买药，买好的药，完了告诉你爸少吃点药。不是给他买的是补给品，是营养品，不是药。哎呀，不管就是药。啊？啊？你是不想让我给我爸买东西是吗？要，他总解释，说完拉倒了，走吧，走。他的意思也要给他买一点，不能光给你爸买。哎，吃素了，是希望我给你买吗？可以这么理解。行了。啊，嫉妒我给我爸买东西。那是因为我爸脑血栓，你还没有。谢谢你啊，这么吃醋。吃醋了，哎呀，谢谢我大宝，每天我们在一起，这2天一直在一起，完总还是低头不见还抬头见。啥意思？
这是想见还是不想见呢？我真听不懂我妈说话。我谢谢你表达的这么听不明白，我真听不懂。那你表达我认输。啊？不行，你起码你得说明白。你还是不了解我。行，我认输。你认输，我认输。这给我看着一头雾水的。对呀，我一直生活在雾水里，我就是闹不明白，所以我不知道我看的对不对啊？我感觉阿姨欲言又止。对，我觉得这个有想说的话又没说出来，是个什么情况？这个实际上我跟我妈的沟通一直有这样的 bug， 就是我妈其实很难有表达清楚的时候，所以我很难抓到她要说的诉求是什么。你是不是有一点点表达障碍？有点。怎么说呢？就在他面前，我有时候真是有点，他总是，哎，你别说了，怎么地的，就这种，哎，你说的啥呀？就这种，越说我越闹腾，我越不知道，就好像我也是做毛病了。他一说，哎呀，也有那个应激反应。嗯，就是这样。这样，您最介意的一个事情是什么？您说出来，咱们就不用说了，就是已经都说过了。反正你做的不好，怎么做的不好，我不用说，你自己知道。我不知道，那你自己心里没数。其实整个那个事儿，就是我们已经说过了，主要这个题，就这个题目，就是以这个话题几乎就是7、8年的时间，因为就这一个事儿，所以听不懂。他人是听不懂。抱抱妈妈，抱抱妈妈。可是我也很委屈啊。我是觉得好像也不是谁哭谁就有道理不？我不想说了，这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最大的就是小时候我说啥，都按你的意思去做了。长大了以后说啥不听啥，说啥都反着做了。当妈妈，你说儿女大了，就是不勒你那种感觉，是不是心里很痛？还是小时候那个时光，幸福感很强。他也不是大明星，我收他干嘛？你知道我胶带过敏吗？我很严重的脚部过敏。不知道。等着干啥？饭菜都凉了，不用等。我本来以为你会想回到他结婚以前去阻止他的婚姻的呢。我们当家长的也阻止不了，但你想？对。我想要他作为歌手更上一些，再红一点。我觉得母女俩之间好像有房间的大象，是吧？就是彼此心照不宣又不点透。格格结婚之前的事儿是吗？其实点就从这儿开始的，就还是我婆婆的事儿吗？对呀。哎呀，她就是觉得没有站在她这儿去骂我婆婆。你说的都不对劲儿，李格格。那是什么对劲儿？不要说了，我不想说，我不想提这话茬。但是妈妈，我一直问你，就是如果你们不能相处在一起，我也是 OK 的。你们不是说你不要相处了，我想跟他们相处在一起，你不知道吗？那你们天天吵架，那我生活没法过了呀。你说我跟他吵，总共结婚8年，我就见过2回不3回，怎么能吵架？吵架是我的问题吗？你知道因为什么吗？就是抢孩子嘛。哎呀，不是我解释，就这么大点事儿。你不要把这事儿说的这么严重，根本不是那样。那动手是谁动的手呢？谁动过手啊？我当然有，我老徐正说我动过手，我为啥要动过手啊？那第一次抢孩子，抢孩子是我抱孩子，他跟我抢走了，是我抢，是谁抢谁呀？到底啊，你整明白，你懂吗？反正就是抢孩子嘛。你抢孩子是谁抢谁的，你知道吧？哎呦我的妈，我都气死了，我不想再那啥了，真的，我气死我了都。这件事情发生在我女儿未满月的时候，我当时还住北京，我刚把车开到上面，
我婆婆一个电话就打给了我老公，就说你们赶快回来。我们就想咋的了呢？车叔说完了出事儿了。我说咋的了？他说俩妈干起来了。我说啊，好像是樱桃，就是换尿布，然后我妈说她换，我婆婆说你别换，我来换，因为从出生到满月的确就是1岁之前都是我婆婆带的，好像是我妈抢过来，我婆婆抢过去了，我妈要再抢回来的时候孩子哭了，是没动手，是抓着了，要么就是我婆婆自己挠的，因为我妈长指甲，我觉得可能是无意间抓到了，她可能是抢孩子，然后重点是给孩子抢哭了，哎呀，折磨了我8年，真的我要疯了。那个带孩子，那个也想带，完了。不是那回事儿，哥哥，不是那回事儿，哥哥，你得分清楚怎么回事儿吧？你就是抢孩子，不是你不跟我解释，反正就是抢孩子嘛。你抢孩子是谁抢谁的，你知道吧？哎呦我的妈，我都受不了你这种态度，你知不知道？我都受不了你这种态度。就是抢孩子嘛，哎呀，你不跟我解释，这么大点事儿，不是那回事儿，哥哥，你不跟我解释，你不跟我解释。我就很委屈，就是不信任。对，我就想把这事儿就是公道点的，我没有那样的，为啥给我？那就这个事情你们聊过吗？具体？就是我跟私底下我说能不能给我公道，我说过这话，没有还公道，我就很委屈，你知道吧？就总在因为这个事儿我就嘚，为啥是我的不是？其实就是每个人看到的视角和身份，它发生的画面都不一样，这个很正常，咱不去判断谁错谁对，也没有谁错谁对。现在问题是要解决问题。我是觉得我妈妈，她觉得我跟我婆婆关系好，不是那事儿，不是那事儿，那是什么呢？什么叫关系好啊？你说那玩意儿就不对，你知道吧？那你说呀，什么叫关系好？关系好不好？你妈重要，她重要啊？你妈重要，她重要啊？这个就是重点，对，这个是重点。妈妈最在意的点，其实她就觉得你站在了婆婆那边，没有站在她这边。妈妈需要她无条件的站在自己身边，对。再说重要不重要，这不得分事儿吗？这事儿能不能解决？根本没有解决的意思。一跟你说这个，你就马上说你听不懂，我不想跟你说，你就会拒绝的，你知道吧？对，她可能只要需要语言上的一些认同，没有。那话就没有过。但是妈妈，我说没说过那是外人，你是我妈妈，我是你生的，这话我说没说过？我说没说过咱们稀的搭理他搭理，不稀的就不搭理他。你跟我爸好好过日子，你俩高高兴兴是我希望的。这话我说没说过？我说没说过？我今年结婚第10年，3年前可能就在三亚，我跟我妈吵了一大架，就在这儿。我就再也不说了。这10年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付出太多东西了，所以我不想再说了，我觉得没有意义。就觉得说出来的委屈就不叫委屈，但我可以消化它，我就可以藏在心里面，因为我的情绪一会儿我就过了，也习惯了。用了多长时间习惯？8年。8年一直以这个情绪围绕着，我很困惑，你知道吧？就是很痛。我就是关键就是心在他那个地方太多了，就是从小到大就是满脑都是他，真的可以这么说。你有多少的心在他？不是说99%吧，差不多，因为他爸都嫉妒，就是爱太多了，心就会。我觉得就是云天给他爱太多了，玲玲太跟我有距离了，我就心里不舒服。
他不会理解的。可能这个事情已经成为导火索了，母女俩每一次讲到这个问题就会一点就爆，但是又没有解决，所以这几年来就一直因为这个事情反复吵架。对，各自有各自的难处。其实我俩没啥矛盾，挺多矛盾的。那你认为矛盾吧？要不你咋不跟我说话？那就是你的事儿。因为我是有气的，因为我觉得你没有爱我。那你从心理上是我不爱你的呗？我没有获得爱，我起码没有获得无私的爱吧。这句话其实我都知道的，但是我的确不太敢有勇气说出来，那个人气着了。哥哥，我觉得这一点我可能得反驳你一下，因为阿姨就是爱你的表现。我都理解的，但是我跟他都解释过，我说妈妈，你现在可不可以替我着想，让我安静的过我自己的生活？这是我的诉求啊。可能就一开始婆婆说的那个话就一直记在自己心里，像块石头一样。因为我也有家庭，就是我老公来我家提亲的时候，张口我妈就想给他怼回去，他就觉得我婆婆在讽刺他。可能我婆婆也许没有那个意思，我妈妈跟阿姨性格很像，她就会觉得我要是在她面前强势一点，她就不敢把我女儿怎么样。她其实是这样，其实可能我婆婆也是这样，是这样子，她就是觉得怕我欺负她儿子。是，所以双方的家长其实表现出来都是非自然的状态。那如果你这么爱我，为什么不能为我，就不在乎这些话声音呢？我真的无数种方法我都试过，希望他站在我的角度，不管我也行，就是。其实我不在乎跟他争对错或者真假，我只是伤心，我就过不下去了呀。我觉得还是维持婚姻。其实我跟我婆婆这么多年，是因为我一直把她当成一个可以直接表达的人。我跟我婆婆这么说过的，我说咱俩你矫情，咱俩要想有家庭现处。能处成啥样，处成什么样，但是咱俩别互相都强求。所以我跟我婆婆的关系从第一天开始，后面慢慢的，她就知道我把这个边界感一直竖在这儿，所以你们俩相安无事，五个车手就能过得挺好。知道他为了维护这个家庭，每次吵起来你还是拉也止不住。因为他不理解我，他不了解我，他也应该得理解我的感受。他们俩的角度我都能理解，我很容易共情别人。大型的社会关系情感问题。要不说你看，两个孩子成家就是两个家庭的事。但是我觉得这种时候，我觉得妈妈退出是对孩子最好的。但是如果说有一天格格他们的婚姻进行不下去了，妈妈可以接住。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这样子。如果说他觉得他现在的婚姻是幸福的话，那妈妈就退出。对。就是因为过生活还是他们俩的生活，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不能注重自己的委屈、自己的感受了。其实做妈妈，我觉得一切还是要为了孩子。对，只要他如果觉得他的婚姻幸福的话，对，那就 OK 了。我们是这样子觉得的。其实我现在回避所有的这些问题是他自保。我知道。我跟你讲啊。你退后一步想，为了孩子的家庭，
家里老姨爷大姨们都劝过。你希望孩子幸福，你希望孩子能够，按你的意图做，但是这个社会在改变。你表面上看是一个家庭问题，实际上推而广之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每一个家庭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有。我倒觉得格格有做得对的地方。他我希望为了父母生活好一点，他自己尽可能的，所以你要体谅他。像我女儿连演2场，我就给她的是每天送一点胖大海啊，我给她的是精神上的支持，让她感到家庭的温暖。我现在为什么特别爱工作？因为所有给我正反馈的都是我的工作人员，就是工作里面的伙伴。我很难从家庭去汲取情绪价值。人是需要情绪价值的。其实我老公也不是一个能体育情绪情绪价值非常重要。我的父母也不能，所以我现在我的孩子能。然后，所以我有的时候特别爱喝酒，因为我只有喝酒的时候才能让自己变回孩子，我才可以肆无忌惮的要东西。就是大家现在都有情绪，然后格格姐现在也没有更多的精力去赋予霞姐这样子的情绪价值，因为我觉得做子女的还是心里还是会很想去满足就是父母的要求，起码在我们这个节目里的这4对都是这个样子，大家还是很有孝心的，就包括格格也是很爱她妈妈，就很想去为她做什么的，但她现在做不到。我觉得她等她充能，或者是等时间给他更多的力量和能力的时候，他能再去赋予他这样的情绪价值的时候，大家再尝试着去解决。霞姐，你觉得有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你说。解决不了，这么长时间，后7、8年了，8年了，我让他好好跟我说话就行了。是不是说话好好交流，不反驳？他就会就是吼，他就会很吼。而且都是我的不是，我跟我妈妈一直无法正常的交流，就本来妈妈就反正也是就是交流会有一些障碍，然后呢她又着急，她其实说不太明白她自己的诉求，然后我也着急。我啥不诉求的，就这一件事你都不让跟我说，上面有这一点，这个事儿就燃得很吓人，很爆。其实你也是很崩溃的说话的方式，我俩都有这个问题。就互相不倾听，大声说话，回避，在鬼打墙，所以就好像有心无力了。我觉得大家要本着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各自往后退一步。对，都在未来向前冲，其实可以退，让孩子慢慢长大，让我们自己慢慢变老。就是我希望我们真的可以释然一些，别那么疼痛，都好，我们会有一些方向。要活在自己喜欢的状态里，不管当女儿还是妈妈，穿上航海系条纹，在家也能轻松。下一站，找回主场。街头朋克回归，嘎嘎酷！换上亲子装，出游的心情像可露丽一样，包甜的。当全家买手还得靠唯品会，不合适还能免费上门换。上唯品会搜女儿妈妈大牌衣服3折卖。喝个水不？姐，你的水呢？
走，小姐，走吧，别生气哈。真的，我困扰了好几年，是，你别困了好几年。你听我跟你讲，其实哥哥也不容易。你作为妈妈来说，你自己的孩子这个样，你是不是不希望看到他这个样子？所以说，咱只能干嘛？咱自己忍声吞气，为了他过得幸福，不要计较这些小事，好吧？你也不生气。你不希望他把家庭分裂开？对，这是关键，这个最关键。为啥那么折腾我呀？正因为你是他妈，他说完了以后，你娘俩吵吵闹闹，闹完了以后，你还是妈，他还是女儿。哎，你这，我觉得这其实也挺难解决的，因为性格这东西很难，除非就是有外力介入进来。其实可能应该让我老公去哄我妈。对呀，其实这个是唯一解决方法，你知道吗？因为他现在就希望就是有人会像这样看他，但是你又不想做这个角色，那总得有一个人做这个角色。他还是希望有人能够就是觉得他是一个母上大人这种。其实每个妈妈都希望的，那不可能觉得我就是比孩子还卑微这种。我觉得现在不太会有这样的妈妈。除非就是有外力介入进来。车长不行吗？不行，他做不到。拎着根筋，对，就快断了，对，分分钟断，每天断了，先拼自己，再拼别人，对，自己都没拼好了，我还得拼别人，我拼不了，我就崩了。对。In a storm all adrift. If I could find a port, rest my tired. 而且他身份多啊，妻子、孩子、妈妈，家里还俩。而且你发现你了解的、你懂的这些所有的大道理，在你自己的家庭里面行不通。这妈妈要是能跟圣衣妈妈中和一下，就太好了。我妈也是一个比较，她不需要，她也是自我很独立体系，她反而是不说。对，你妈跟你婆婆相处吗？我妈以前就是她去，但是我婆婆人也挺好的，她就是客客气气的，她绝对不会发飙。我妈妈也不会，可能都是体面人对体面人嘛，不会这样。然后就是体面。很重要，对，然后就是每次都是很微笑的什么，但是后来也相处了少。其实我婆婆就是有点这种，就是好，但她就很没温度，但我妈就特别有温度的那种人。你觉得你对妈妈一枪打在棉花上，对吧？你妈觉得对你婆婆一枪打在棉花上，对，就是是不是这样？所以其实你俩真的就是一模一样。我觉得有办法，你多哄她。我不会的，我做不到。就是我跟你讲，就他俩人性格，就是中间得有一个粘合剂，这个非常重要。妈妈希望他是粘合剂，我做不到，但是他觉得自己做不到，觉得自己试过了，因为我很委屈，所以我都没有试图说去哄他，所以我直接跟你说我做不到。我觉得他就想让你无条件的站他，然后不要说他不好了。但我其实特别担心他变本加厉，因为我心里的这个委屈没有人替我填满。所以我不想做这么拧巴的事儿，因为我心里还有气儿呢。我为什么要？那有没有可能先解决你的委屈呢？没有人能解决这个委屈的。我觉得首先是你没有被填满，就爱别人是要先被爱到，然后才能够有这个爱的能力。我没有这种能力。其实我也是上这个节目，我才知道我好像丧失了这个能力。那你的生活当中太缺乏爱了，缺乏被爱的感受，你才会不知道怎么样去爱别人。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在身边一样给他爱，有可能是你的老公，也有可能是一个别的人，他能够给他持续让他体会到这样，他就不会就是死拽着这件事。是因为是他的生活中也没有。那我觉得你妈需要这种爱吗？我爸爸可能你不知道我父亲，我父亲是一个充分给予极大的100%。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还拍了一个视频，然后你爸给你情绪价值，我爸在给我妈按摩，你看，哇哦，看见没有？
好吧，你妈有爱。他是充分给予到他很多的爱的，所以我就觉得人一定是先得到他才知道怎么样去给予的，你懂吗？就他可能在生活当中也没有这样，所以他一定要拽着你，但你又给不到他，就很焦虑。你又觉得这个事情是跟你的婆婆那儿，可能你觉得这样的一种家庭环境、家庭关系当中，你可能得到更多的安全感和的舒适，那你又不想走，那你的妈妈就变成剩下的那个了，她就会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子？以前不是这样的。我倒是帮你想了一个办法，我倒想给你找一个工作，让你自食其力。谢谢你，长一点志气。是，我就现在，我有一个朋友在长春，也蛮好的，你倒认识一下。可以，有机会可以。自己做点事情，你就分开脑子想，精力对，就分散，不要一直开来。我们也完全能理解你。Questions they swarm like a storm in my mind, torn. Searching high, searching low for a truth that won't show. The clock ticks, time flows, but I'm still in this limbo. 来，我们把菜分一下吧。你把这个菜，因为都2份儿，来，感觉好像要不过了一样。不过了，好丰富哎！哎呀，小姐，小姐，哎，人呢？这儿。哎呦，今天晚上这个饭你要不吃，走。不想吃。走。真的，你们吃。出去说个话玩去，走。哎呀，我跟你讲，你越这样越不好，想开点这样，走。吃吧，你们吃去吧，没事。你别，不说，我不想去，我心情不好。咱过去说个话玩，你喝着我，咱俩说话去，走。是可以开饭了吗？小伙们，吃饭了吗？吃饭！阿姨吃饭了。来了，走。好像没关。不，就关这个不就完了吗？那这就关了。一会儿就过来了。哎，你说这个咋整呢？要干嘛呀？叫他们维修的过来给他。他嫌冷。现在已经关掉了呀。对，这实际上就是关的吗？这是关的，是关的。走了。走。哎，何姐，这你的，那个是吗？我的。啊！我的天哪！你们要先喝点汤吗？不要。妈，喝点这个汤吗？给你妈弄点。为什么？她不想吃呗。你给她弄点。给她弄点那个汁儿，弄点汁儿。完。海红，来个丸子，没啥了啊。明天你们不是讲脱口秀吗？我去主持，给你们热场啥的。因为有80个观众，还把观众一言80个观众，对，会招募几10个观众。天哪，太可怕了！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透露呢？自然就好。那我可以。你平时有看过脱口秀的综艺吗？我超喜欢看。你有特别喜欢脱口秀演员吗？特别喜欢的，我喜欢。除了我，除了你啊，除了你之外，我要好好想一下。除了我一个都想不起来呢。真的哎，我喜欢那个于翔宇，还喜欢那个唐香玉。你喜欢有哲学、有思考的段子？对。我跟你们说，圣一有经验，圣一讲过脱口秀，我还收藏了他讲脱口秀的视频呢，我给大家。哇！大家一起来品一品啊。打样是吗？啊，这样的，这社死了。瞎讲。今天我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我在喜剧方面进步非常大。
不相信是吧？那就上网搜一下我最近的喜剧代表作《海娃死了》。作为4个女儿中间唯一一位有过脱口秀经验的人，传授一下。这个我觉得脱口秀主要看稿子，稿子很重要，而且就是节奏。节奏对。嘉德看过脱口秀吧？看过。你喜欢哪类演员？我喜欢派生。付航。派生。付航。我喜欢一人饰好几角色的那种，有感染力，对吧？更打动我一点。那你觉得脱口秀对你来说难不难？明天有负担不？对他难。他听啊，妈妈不讲，妈妈我知道，就是他在台底下会比较难。其实我小的时候，我连唱歌我都不太愿意他们在底下。不仅仅是我妈、我爸、我老公都不行。那孩子以后看你表演，孩子我会叫过去看。哦，哎，那这个点在哪？我孩子我可以。我后来品了，是因为我的女儿和我儿会说：“妈妈好棒，妈妈唱的真好。”但是我妈或者我老公他们就说今天衣服穿的不好看。我跟你说，我就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了。就你的身边的人，没有人给你情绪价值，都是就是太客观、太理性的去对你评价，有的时候就是需要那种盲目的。无条件的支持，对，无条件支持，就不管你演成啥样，都说你太棒了。我也不太需要了，你需要现在，其实你的内心深处。我现在没什么演出，好在就是。哎，妈妈们了解什么是脱口秀吗？有看过吗？看过一些，因为我老看，他老看，我跟他一起会跟我一块儿看。你看过啥呀？脱口秀？我看过那个大山。我妈妈说她看过大山，她觉得脱口秀是相声，单口相声，单口相声是吗？都是喜剧。那你觉得单口相声和脱口秀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这完全是2种门派，但都笼统为叫喜剧。但是相声可以讲别人的事儿，我可以拿个本子就跟说书一样，是吧？说一些别的。脱口秀就是基于自己，脱口秀就是真的得打开自己。我们经常写着写着会自己在房间哭，但是越是你哭的难过的点的那种东西，真的是越喜欢，观众越喜欢。但是这几年发展很迅速，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新颖。以前就会觉得说啊，怎么可以在台上批判父母，对吧？讲领导，这都以前是不敢想的。你有些什么讽刺的范围呢？我讲家庭的比较多。敢于讽刺领导吗？我在台上没有讽刺过领导，因为我现在就是领导。哎呀，我现在有自己的俱乐部啊。所以脱口秀演员有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讲自个的事儿，真诚最重要。那么为了让我们更加顺利，然后进入脱口秀的那个节奏的创作里，我们给大家邀请了4个编剧好朋友跟大家一起参与共创，好吗？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编剧。Hello， 我们的编剧来了。我先说一下我们分别对应的编剧哈。李佳格对应的编剧是张欣如。Hello。黄圣依的编剧是展豪，是那个帅哥。哎，您好，黄老师。然后潇潇的编剧是小静，2个美女，你们对接吧。然后陈梦的编剧是格子。吃完了我们就去回各自的房间去创作。好，那我先带我的人走了，明天加油！啊，咱就回我房间吧，走，加油加油！吃完了我们就去创作，妈妈休息。
换件衣服呗。你换件衣服呗。换件衣服。你有从仙仙身上学到什么可以哄妈妈开心的秘诀吗？他很会撒娇，我觉得这个可以学一下。你这个耳环真漂亮，是吗？嗯，谢谢。不用谢。我觉得我以前是完全不会撒娇的人，其实撒娇的女人最好命，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学一下这个技能。我明天问一下，我给她穿衣服，她如果不想穿，我就试这一招。穿这个呗，或者穿这个，你觉得哪个好？各取一个。哪个？蓝的是吧？哎，这个很好看的，妈妈，这个非常好，是不是？哎，穿这个鞋子吧，啊，这个也可以，你看这两个鞋子都可以。我再帮你找一个项链好了。好。哎，这个好，这个是套的，好，可以。这个是一个玉兰花。啊，走走 ，OK， 很漂亮，非常美丽，走吧 ，nice nice， 出发啦！不要管哪些用，没得管，侬坐了搿搭不要动了。做生活是老吃力的，现在阿拉要保持体力，要等了用了侬需要的地方，好吧？你就坐了搿搭，坐了搿搭，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坐来。好，我晓得了，我晓得了，我搿房间里稍微搿灯没关脱。我走了啊，拜拜。宋一喝茶，我走了，不喝杯茶，不喝茶了，我跟他们走了。喝茶呀，来。老实讲，年轻人跟年纪大的人就是不能在一起。可不咋的。我是房间里一定是很干净。你坐下喝茶吧。啊，好，喝茶。年轻人啊，跟年纪大的人不能在屋檐下待着。哎，年轻人睡得晚，起得晚，起得晚。你说这个大半夜，你说你不睡觉？昨天弄到几点？我们3点半睡觉。就是啊。我本来想，我吃完饭就出去洗个澡，出来再。好，我带了干干净净的箱子。他一说我就刚想乐，你知道吗？好，一包短裤跟内衣找不到了啊，那我怎么出来吧？我清清楚楚放在这里，昨天还看到。那找没找着吧？这会儿啊？哎呀，真是结局呢？没找到。后来终于找到了，找到了，已经12点了，也不要出来了。哎呦我的妈呀，冻死了！越单身越毛病越多。哥哥讲话了，第1天我妈是最喜欢我。等第5天了，不行，臭了就得走了。所以我就跟潇潇是分开住的。是，实际上像你们那是对的。我们其实这样是最好的，我也自在，他也自在。哎，对，眼不见心不烦，你不看见，哎，你不看见是吧？对，哎，你说，咱们不可以也吐槽他们？你想上，你也想讲脱口秀吗？不，咱不上，咱们就现在在这吐槽他们。哦。让他们听听咱们的意见，对吧？啊，对。张老师啊，你先来吐槽宋一。他呢，小时候是很乖，长大了到了北京以后就主意大。主意大了。比方讲，你结婚这么大的事情，你至少跟我们商量一下吧。什么时候生孩子，你总归要讲一声吧。怀孕了没有告诉你吗？也不讲。你带孩子最起码老好多，我深有体会。告诉你，我本来看上去我还年轻一点，现在我逐渐老态龙钟。我本来白头发都很少，你现在也很少。哎呀，他一定要我染，我倒不想染。你染头发了吗？我感觉你真的很少。他讲你去看人家妈妈都是很时髦的，那给你压力了是吧？要穿什么衣服？哎呀，我讲我要你管吗？
多睡觉啊是一个年轻的方法，带孩子啊是一个辛劳的方法。带2年，头发全部白光，我深有体会。哎呀，所以呢，我奉劝你们呢，婚姻问题呢，千万这一关呢一定要把握好。这有关家庭幸福主要来源，婚姻，真对，真是那么你看你这个就是很好了，我这个就是很，但是你寄托太大的希望，现在也很得到回报。我看吧，这整的挺好。哇，寄托太大的希望，关键是到目前来说还没叫我失望，哎，还没叫你失望。这一看就是爱在这儿呢，多努力呀！你看你们多好，年龄不是太大，外孙都给人家带好了。我们现在啥事都没有，你这是冲刺大满贯。对呀，你不一样啊！在中国体育史上，这样的人少呀。对呀。好，我们好好使劲养身体，以后也要给他带小孩。邓老师，咱们第1期的时候，你还让他骑那个小白马吗？哎，对，陈梦挑那匹，挑了那个小白马，哎，小白马。我妈的意思，你骑了白马就白马王子。你给他找个白马王子。哎，好。我认识上海冠军，我想有几个好配得上。哦，你已经有哦，已经有主了，对，心里已经有数了。梦梦，你的终身大事给交代了。这个事儿要办成，我好好送你个大猪头。哎，你知道送大猪头是啥意思吗？我不知道。献媒人。献媒人。对。哦，这个很重要，我跟你讲。你要什么类型的？要什么条件的？你要什么条件的？哎，关键是我说了不算。对，得梦梦说。那我们等你的喜馍馍。那就看邓老师的了。那就看你的了。好。这是个妈妈，这真坏。邓老师在这忙活的找，可能是有目标了，在这找，我找给你看。找给我看。这是要现场敲定吗？他在琢磨这事儿。他在琢磨，很认真。她是年轻的奶奶，山东人。奶奶了，就别怕了。我跟你讲，真是这一步很重要，真是。梦梦妈妈，你觉得梦梦会吐槽你啥？我觉得，她肯定吐槽你严格，很对，性格急。其实你们觉得我性格急吗？我觉得你不急，不觉得急啊，真不是急。他倒是有点急，我是急，他急。你所以给格格一点空间啊，马上就会好，马上就会好，听到了吗？都急，格也急，格格也急。那你觉得今天格格会吐槽你啥？我想象不到，因为我俩就因为这一件事儿引起了我俩各方面的那个矛盾。是不是你女婿长得很帅呢？哎呀，你没看过吗？没看过。来张照片看看，来张照片看看，问你不可能没看过吧？没看过。对，你给邓老师看一下。哎呀，我给你找个看看吧。我也是醉了。看看，给你找一个看看啊。照片很少，还是这个。我看你这个，这格外结婚的时候。啊，是结婚的时候。来吧，看看。哎，很好呀。对呀，蛮好的呀。很有福相的孩子啊，蛮有福相的。很胖。哎，这个胖不是问题。格格肯定觉得他挺好的。这俩人倒挺好，很有安全感。哎，会是一个依靠。只要格格喜欢，你就退让一步。哎呀，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出发吧。出发，好，走吧，看看他们怎么吐槽咱们的。
走，超级期待。去那小剧场，咱们去看4个孩子吐槽咱们。对，我们不管谁吐槽，我们都使劲鼓掌，好不好？不能生气啊！不要生气。说好了啊，今天不哭啊，我们妈妈不能哭啊。妈妈，请听好。天哪，还有海报呢，真可爱。我为什么会笑成这样啊？来了，嗨，大家好，我是程潇。我觉得脱口秀是一门语言艺术，就是除了自己认知的世界以外，可以去了解别人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些眼光和想法，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再说了，你还生气了？这撒娇吗？再说了，你也找不到比我更好。我挺喜欢看脱口秀的，因为脱口秀嘛，就是有槽点啊，大家通过调侃啊、吐槽啊这种解压的方式还蛮好的。大家好，我是陈梦，这是我第一次讲脱口秀。我觉得脱口秀就当做是玩去体验，然后用我最真实的表现呈现给大家就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佳格。如果这段脱口秀可以给到很多女儿们一些共鸣，我们的初衷就达到了。我们以前比赛的时候，如果上场之前紧张，就唱首那个《铿锵玫瑰》。看怎么唱？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再多幸福，再多悲伤，自己去。哦，他们来了，妈妈们来了。Hello， 谢谢。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这场特别的脱口秀大会，妈妈请听好，欢迎大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付静云，欢迎大家。母女关系哈有很多种说法，对吧？都说母女连心，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但也有俗话说女儿大了不由娘，是吧？在咱们的生活里呢，妈妈经常是掌控全局的存在。你看，从早上催你起床，到晚上唠叨你早点睡，衣食住行全方位的监控你。女儿呢，一边享受着妈妈的关爱，一边又被那些爱的紧箍咒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所以母女关系呀，真的很复杂。你看，就像唐僧和孙悟空啊，又像手机和充电器。有时候我觉得啊，更像冰箱和保鲜膜。为啥？因为妈妈总害怕你要坏了。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把母女们的爱恨情仇搬上舞台啊！今天这个现场充满了火药味啊！这一切都来得太快。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4位演员的表演环节了，好不好？我们今天的开场演员呢，他明明可以靠颜值，但是却逐渐走上了搞笑女的路线，进入了一个听脱口秀、看脱口秀的一个节奏里，而且我们今天的开场演员呢，大，但是我妈妈睡着了，真的，搞笑女的路线，果然有这么真睡了。让我们掌声有请搞笑女黄圣依。这是你第几次讲脱口秀？这是我第3次，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主要是讲的内容不一样，有吐槽自己的，讲别人的。第一次在他面前说脱口秀，而且那个对象还是他，就是还有一点忐忑，要吐槽妈妈嘛。有经验了。对，脱口秀我是讲过，但是母女的脱口秀我觉得很难讲，就那个度很难把握吗？你会担心吐槽妈妈太狠，妈妈在现场会坐不住吗？我倒不是说吐槽太狠，我主要是觉得他没有那么多槽点可以让我吐。但是你首先要给你打个底啊，这是一个娱乐性质的，这是比较调侃、尖锐的去讲一些话题，挖掘自己的痛处来娱乐大家表演形式，所以你感受一下，但是你不要太认真，这就是一场游戏，生活的游戏。妈，这是我们的那个编剧，
展豪啊，你好，你好。这个稿子是他来主写的，但是讽刺的部分全都是圣依老师自己提供的啊。好的，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润色而已。那个梦梦，我太多了啊，我太多了，太多了。我妈一直是不太喜怒不形之意思，所以吐槽妈妈当时可能还不会怎么样，但我觉得她可能心里面是不是会有一些芥蒂，我不太知道她能不能接受这种形式，有点担心这个。妈，他是写稿子是他写的啊？哎，啊，这是我写的吗？这不是吧？这个。我觉得无所谓。那我一点都不害怕他吐槽我任何东西。为什么呢？顶多讲不愿意请保姆。我今天早上8点钟起来就把所有的房间全部整理好，其中包括毛巾、我的衣服全部洗干净。他们弄的全部都是乱的。哎，我有绝对自信心。刚才我简短的跟邓老师打了个招呼，感觉邓老师好像是个蛮严肃的人。他非常严厉，就是要求很高，他对自己要求也很高。每天早上起来要看书，要弹钢琴，要画画，要写文章，做家务，然后自己种花。他不愿意请阿姨，他觉得这些事情他都可以自己做。他是一个非常愿意输出的人。有的时候停都停不下来，你不让他说都不行。但他知识面很广啊，他每天都看书，到图书馆去看书，就是文学的、历史的，他都知道很多，所以他都能聊。但他可能就扯远了，他没有那么多槽点可以让我吐。我觉得还能扒出来60个点。你看您刚才还说不是没有吐槽的地方吗？这不就开始了吗？其实我挺想问您一个的，就是您其实上了很多芒果的综艺，基本上把所有的亲密关系。全都暴露在网上了。会觉得，哎，这个好吗？让大家都看到了。我觉得也是把这个生活当中的一面展现出来，也让大家从里边可以找到一些自己可以借鉴或者可以避免的地方。我觉得它摆在台面上，当镜子一样，当你看到这些关系当中的好的和不好的，你都能够折射到自己身上，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发生一些变化或者值得去思考的地方。我觉得这就是有意义的地方。那您的心理真的蛮强大的，因为我觉得没有任何一段亲密关系能值得起大家逐帧的那种推敲。因为我觉得任何人的关系里面一定是都会，没有一个人说我是完美的，所以可能它只是更快的让你去看到方向，也可能是让你更迅速的去制止了你错误的那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你是个公众人物，可能它的作用或者它对于社会上来讲，社会形象当中的一环就会以你为戒，或者以你为样，让大家去通过你每个人得到他自己希望得到的，无论是成长进步或者借鉴，或者是任何的一种开心和不开心的情绪，它这就是你今天愿意站在这里成为这样的一个角色就应该要做出的事情。如果说能够让更多的女性了解自己的价值，然后让她们更加的绽放自己，那我就很愿意去做。其实我自己在感情方面也是个比较被动的人，我很少就是主动的去解释什么或表达什么，也是因为通过节目我发现我可以通过外界的一些讨论，或者通过第三方的视角给我一些建议，我可能钝感力比较强，然后有心也比较大，因为心比较大，不太会去第一时间去解释，那可能大家会对你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后来因为也是通过节目，在面对一些问题去被大家讨论的时候，其实反过来我能更认清自己的一些状况，然后能够更好的去解决自己的一些问题。这个我觉得能写一番哦。初稿您看一下。好的。不过我每次上课，我都会暴露出我部分家丑。自嘲嘛。
毕竟教做人嘛，重要的还是开心。就不要老说家丑，这也没有什么家丑，就家里点事儿呗。他这个其实是有节奏的。什么节奏？而且我的家丑已经被养成这样了，网友还传呢，我亲妈都看不下去了啊，过来给我撑腰。结果来了之后，又有了新的家丑。好笑吗？改。说我妈像前任就只是开个玩笑，我得解释一下，因为怕网友说黄圣依爱上某人，原因就是因为恋母情，自己都觉得笑了吧？这挺幽默的，这个还蛮不错的。你笑不笑？首先，我觉得我妈可能也不喜欢。我觉得这个吐槽她，不要再说到前任的事儿。她身上就是，其实我妈妈身上自己就有很多梗可以挖，她不需要蹭别人的流量，你懂吗？搞得应该可以从她身上就写出非常精彩，她自己就是个流量王。我不排斥任何的形式，但是我不喜欢去把两者刻意的把它捆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就不对。你可以去，但是你得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关联的才行。脱口秀这个东西啊，你不能只是说为了吐槽而吐槽，它得里边有点，就是那种剖析自己的点。所以稿子的润色我觉得很重要，可能占1半以上，甚至60-70%。那这次就很短时间。今年我又来了，让我靠近原生家庭，靠近更加理解原生家庭。对，哎，英文梗也行，因为他英文非常好，非常喜欢讲英文。喜欢英文梗，对，就是你可以把女性的这个角色拔一拔，正好跟这个再关联一下。正好陈梦是小明哥的表妹，你可以点一点。我跟小明哥拍了那个古大黎，就说我会调戏那个男的，说这小腰这么细，还挺有劲儿，这挺好玩儿。最后再扬一扬，我自己掌握的方向盘。未来的路准备很短，就是前一天润稿，第2天就要演，之前怎么都得有1星期啊，就觉得时间紧，任务重。好，我们要对内容了，是不是？好，您可以先看一看。好的。开始的时候把我们这个题目，就妈妈是超人啊，婆婆妈就讲的有点直白，我觉得不是只给，然后我们让大家有想象的空间。行啊。对。那您爸爸去哪儿的孩子？您是蛮敢说的，真的。直接炸这个。我觉得这里可以再加一点，因为我不吃醋，是因为我的底层逻辑是，我觉得他找不到比我更好的。你很抽象的时候，其实，而且很敢说。我很敢讲的，再说这本来就是我心里话。他找不到比我更好的。女神。我有时候经常在我妈这儿能感受到父爱啊，因为我是第一个嘛，所以相对会更紧张一点。就是因为没有在线下开放麦的试过，就感觉好像也不是特别有底。就只能靠现场的一个临时的应变去控场。我妈没有犹豫1秒就直接打断了我。我妈妈太不会夸人了，无论我做出什么样的成绩，她总是觉得差一点儿。但最近我发现，中国人很多长幼啊这样的一些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有些话不能够对长辈说，这个形式比较新颖而已。把一些生活当中真实想要表达的东西，用另外一种相对幽默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就是在嘻嘻哈哈之间，既能够娱乐到、享受到，但他可能也会，有一点听进去，有一点思考，既不会伤害对方，然后又能够表达了你自己的一些诉求。我觉得这也何尝不是一种很好的沟通方式。让我们掌声有请搞笑女黄圣依。Hello， 大家下午好。哇，刚刚今天好美是吗？但今天不是要好美，是我的夸赞，要什么？好笑！每一个停顿都要给我掌声啊！哇，有点害怕，因为今天我知道你们都很支持我，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是吐槽妈妈。我一看，定睛一看，妈妈就坐在下面。我要开始了。大家好，我是黄圣依，很开心今天又一次登上了芒果台。想想啊，这几年也录了不少的芒果综艺了，有《妈妈是超人》，有《婆婆和妈妈》，还有《再见爱人》。今天是我和妈妈一起来录的《是女儿是妈妈》。
很多粉丝问我之后还会上什么综艺吗？我说暂时上不了了。他们问为什么？很简单，亲戚不够了。我看呢，有很多传言说黄圣依是芒果的亲闺女。确实啊，在人生的每个阶段，芒果和网友都在场。我确实呢，能够从这个真人秀当中聆听到很多好的建议。好的呢，我都会听，主打一个听劝；坏的呢，那就别提了啊，我怕我分辨不清啊。好，说回亲闺女来了，我还是要澄清一下，我呢不是芒果的亲闺女，我是台下邓传里女士的亲闺女。她呀，人如其名，邓传里，邓传里呀，传播道理，还得瞪着眼睛的传播道理。你不听还不行，我有的时候经常在我妈那儿感觉到了父爱，因为我妈一张嘴就有一股浓浓的爹味儿。昨天节目组安排我和我妈妈说心里话，我看着我的妈妈眼睛，非常深情地对她说：“妈妈，我希望你永远健康。”我妈妈没有犹豫1秒钟，立刻打断了我：“永远健康是不可能的，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我听完以后，你们知道，我真的心里很乱很慌啊，因为我不相信啊，我的妈妈原来是个直男。前几天我特意换上了漂亮的傣族的服装，想给妈妈表演我17岁时学的孔雀舞，结果我妈妈根本就不看我，她跟旁边的人说：“我跟你讲啊，只有公孔雀才是会开屏的。”帮吃烂。我有的时候真的希望我妈妈没事可以跟 AI 多聊聊天，跟人工智能学什么呢？人味儿。但偶尔我妈妈还是会很温柔的，就像前2天我演出话剧，晚上睡不着觉，她就到我的房间，她轻轻地跟我说 ：“You need to quiet。”我说：“没事妈，不至于快。”她说 ：“You need to quiet。”我说：“不至于。”她说：“你的快递。”我说妈，你怎么还学会躺上话了？快递就快递，还快点儿。我妈妈一辈子都在学习，她学完了以后呢，就从公众号上给我发信息。最开始的时候，我是每条都回的，哈哈哈，知道了。然后呢，就变成10条回1条，收到。现在她一天给我发30条，有的时候我真的很纳闷啊，妈，我在你的微信号备注是什么？是不是叫文件传输助手？我们俩的聊天记录是没有办法看的，一边是无情的公众号速，一边是机械的捧哏，嚯嗨，没听说过。还有今天有一个想吐槽的是，刚刚我看到很多的妈妈，她们都太会夸人了，我妈妈就是太不会夸人了，无论我做出什么成绩，她总觉得差那么一点儿。但最近我发现，她其实对别人不都是这样的，尤其是程梦。别人是梦女，我妈妈是梦奶。这2天把这个程梦夸的是天花乱坠啊！最让我震惊的一句话是什么？程梦啊，我从小的梦想就是跟你打一场乒乓球。朋友啊，我妈妈她74岁了。哦，对了，还有一次就是我来参加这个节目，我买了很多漂亮的衣服，我妈妈看到以后啊，就非常不开心。他数了我说：“哎呀，你真的是不勤俭不节约。”可当我说出了我这都是在唯品会上买的，大牌3折后，我妈反手就给我来了一个大拇指。以后啊，唯品会就是我的杀手锏了。看看我妈妈也被唯品会的好品牌、好价格折服了，是吧？好价格。是的。我妈从小就是这样的，以至于我练就了一颗强大的心脏。我谈恋爱的时候也是从来不吃醋的。有男生跟我讲：“哎呀，我再也不理你了，我能找到更好的。”我心里在想：呀，生气了，还跟我撒娇呢。再说了，你也找不到比我更好的了。这一路我经历了很多，也错过了很多，但是呢，我在我妈妈身上学到的就是不回头也不失望。小的时候，妈妈为我铺路，为我引航，但到了成年的这个分岔路口，我要掌握自己人生的方向盘。就算车里只剩一人，我也要坚信，圣依，你真的很棒。谢谢大家，我是黄圣依。
谢谢圣一，谢谢。因为刚好圣一的妈妈就在我旁边嘛，我看邓老师笑得非常开心。跟大家科普一个前提，邓老师以前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文学主编。所以黄圣依的这篇稿子，女儿压力特别大，昨天晚上一直在改。她就说，因为我妈妈文笔特别好，我的稿子要有深度，要打动我妈妈。所以今天如果要给女儿打分的话，咱今天给女儿的脱口秀，我觉得还不错，我觉得还不错。还不错，很高的评价，在我妈妈的字眼里面已经很高了。是的，很开心，因为我觉得他对文本是有很职业的那种惯性，因为他以前是做文字工作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得到他的认可还是蛮难的。但他最后还跟我讲，哎，这个是谁写的？我觉得还蛮好，那个稿子写得很好，是不是？蛮好。我以为会看不下去，结果倒蛮幽默的，所以我就觉得他是满意的，挺开心的。我觉得这个形式挺好的，可以以后多带他去看脱口秀，又有市场了，脱口秀市场。黄圣依的表现确实非常自然，很棒，很棒，真的很棒。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二个上场的演员。哎，这个演员呢，他说今天想跟他妈妈干一架。让我们掌声有请陈潇。相信你哦。参加这个节目呢，有什么期待会发生的事情吗？期待会发生的事情，跟潇潇，要不我们俩干一架？拜拜。要不然我们俩吵一架？我也是希望他能够把他心里情绪的东西呀吐出来。我希望他可以冲我发火，跟我生气，把他的情绪能够发泄出来。希望潇潇在我面前不要那么强。其实我们关系很好，但是就是你说更进一步或者想去聊比较深刻的话题，但其实我们也不太会去聊。因为我跟我妈妈是这种平常就是不太讲话。我觉得是有一点，就是中国的家庭关系都不太善于表达爱。就我觉得我们家也是，就可能明明彼此都很爱，且对方都是很重要的人，但反而不太会表达。这个是有问题的，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办法去发泄自己的情绪。脱口秀是以一种比较幽默的方式讲出来，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就还是希望通过这个脱口秀让家庭关系变得更不一样。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根据你的真实的故事才能写梗，所以你说的细节越多，我就越好写。嗯，那你们前面有因为什么事情吵架吗？没有，没有。那有什么事情就你对于他讲的东西你不认可或者想回应的？我觉得他有时候用词很比较极端。前几期的时候就会说啊，我觉得就是父母就应该退出子女的生活。他会用这种比较极端的词，但我就会觉得为什么就是退出呢？其实没有到退出，只是我们都长大了，我们都会有各自的社交圈和各自的生活而已。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哦，对，就还有一个，就我总说他，我说你不要那么焦虑，然后他就觉得是，就是他觉得是我觉得他焦虑，他自己不觉得焦虑。还有其他的吗？因为我其实很小时候就知道他们就是要分开，我应该初中高中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分居了，就是这种见面次数就比较少了。就他还是在婚姻里面，就是我觉得是其实是忍耐了很多的。他那段时间会情绪不是很稳定，在我们小的时候。然后肯定是能感受到的吧，就是你作为孩子来说，你就是会突然间就是你没有，就是父亲这样的存在，但是他又没有任何的解释，
是突然就分居了，不跟你说，然后爸爸就搬出去了。我们从来没有交流过这个问题，就是突然一下不通知，对，家里就少了一个人。对，就住着就少了一个人。那你没有问吗？我没有问，就是我妹妹也没有问，就是我们从来不问这件事情。你都不关心爸爸去哪里了？就是那种氛围能够感受到，就可能以前在一起的时候氛围也是那种离婚的氛围感很强。对。爸爸突然消失，不跟你们说，这个好荒谬啊！他一个招呼都不打的。对我爸爸有点没礼貌了啊！你至少打声招呼。对呀，这不是比较基本的嘛？不说话就算了，你至少挥手，对吧？还有吗？没有特别那种的槽点。那你妹妹怎么就是她会有跟你吐槽你妈妈的什么点吗？那给我妹打电话。妹妹，你下课了。你有什么想吐槽你妈妈的吗？有点直接。吐槽妈妈的梗。焦虑，哎呦，我跟你讲了吧，这个是真的焦虑了，两个人都感受得到了。你看我跟你讲了吧，焦虑吧。比如他焦虑这一点，他到底是焦虑什么呀？就比如我之前跟他住一起的时候，我11点、12点没回家，他就一直会问我怎么还没回来，然后我说没关系，我吃完饭我就回去了，然后他说不回来我睡不着，就非得让我回去。对啊，把你绑回来了，轻轻的纽带。对，哎，然后我就让他们分开住了。我把他们接到上海来之后，他们就住在一块儿，跟我妹住在一起，他就一直操心。他是一个很操心的人，比如说我妹跟同学玩啊，或者凌晨回家，我妈也睡不着觉的这种，会想很多前因后果。我觉得这是焦虑的一种吧。还有就是我从小跟我妈妈就是账号啊都是独立的，我妹妹就是迄今为止还跟她是共用的。就是为什么我当时想让我妹妹不要跟我妈妈住，就是如果有我妈妈在，我妹妹就是没有银行卡，自己的任何账号啊什么都没有，就她没有生活技能，就这样子，我觉得我妹妹的压力也挺大的，所以我就让他们分开住了。然后强大，强大是外在，焦虑是内在。你看我的这个很客观吧，我的这个感受，但他都不接受是吧？但他都不接受，他觉得他很洒脱，他觉得他很自洽。洒脱在哪？我跟你说，我妹老有梗了，老搞笑了。少管我，少管我！啊天哪！他确实比较敢说，他的敢说我都不敢写，我都怕他伤心。没事，我每天都跟我妈说让她少管我。那你俩更容易吵是吧？对，其实他们俩更容易起口角。哎呦。我就真的跟我妈太不起口角了。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好，听起来他是 J 人，你们是 P 人哦。我是 J 人，你是 J 人，他们是 P 人。那妈妈真是瞎操心哦。妍妍怎么那么生气啊，爸爸？你真的把爱都放在宠物身上了。没有啊，我也很爱我妹啊，我很爱我妈。你说不跟他们这样讲话而已。你看，一模一样，我们一家人其实。其实我妈妈的优点还是很多的，还是很感谢节目组的。其实来之前，我和我妈妈之间有很多禁忌话题，这么多吗？对。很多禁忌话题。不过老实说，我现在见的人也多了，我觉得我对她也有改观了。毕竟哪个中年人可以在外面做完生意回家忍住不吹牛的，对吧，黄圣依？哎，这还真是。你能这么说？可以啊。
这个有点太暗了，可以啊，可以，学到。你们有脱口秀演员在台上喝水的吗？有，但是要专场才喝。你是要？没有，我想讽刺一个，是现在讲什么脱口秀我都脱水，然后我就去喝一口水，就是这种。我怕会断掉哎。哦，这样的。如果是屏幕肯定没问题，现场气氛会断掉。OK。我觉得你还蛮适合讲你自己，因为你刚刚加那些都很好啊，而且你选的也很好。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得的。搞笑。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比较好，我觉得尺度这个，再温和也不行。可以的。但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笑，毕竟那个真的，两个都走讽刺的。对，感觉你选的还是很准的，都是选攻击性强的。脱口秀本身就是有一些冒犯啊，而且你要去吐槽他，你有担心可能他会接受不了吗？我觉得就是一个契机或者是一个机会，可能会把一些以前这种比较逃避的话题，其实在这里都有聊。都挺狠的。脱口秀那个环节就是有点像我妈妈所形容的干一架的这种感觉，其实就是她希望我能够跟她宣泄情绪，所以我觉得也希望能够完成吧。因为我妈妈上节目的愿望就是希望跟我干一架，所以我不能收手，我要继续出击了。潇潇的脱口秀首秀第一刀砍向妈妈，很荣幸。希望她是真情实感的吐槽。我也希望他能够把他心里对我的一些想法呀、看法呀，或者不满意的啊，或者情绪的东西呀吐出来。我觉得我都全盘收。让我们掌声有请陈潇。大家好，我是程潇，很开心参加这个节目啊。然后我们这个节目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环节，前几期有一个环节叫做回到小时候。老实说，我现在比较想回到录制前，我想告诉当初答应来这个节目的自己，姐妹，快跑啊！来这个节目没有一天是不哭的。采访哭，现场哭，抬头不哭低头哭。但是这真的不怪我们，是导演组问的问题都太尖锐了。现在他们每次来问我问题的时候，我很紧张，我都感觉是容嬷嬷、李嬷嬷、桂嬷嬷问我，这是泪点吗？这是泪点，哟，怎么全是泪点啊？我今天还讲什么脱口秀啊？我都脱水了。不过肯定呢，是李佳格脱水脱得最严重，他都快枯萎了。我现在觉得有母女问题很正常，不要有婆媳问题就好。阿爸来点水果啊，好，都拿我开涮的在这儿。当然了，我现在也就是故作轻松，我还是不太习惯这种失控的感觉，因为我这个人好胜心还是比较强的。之前跟很多男艺人合作跳舞，大家都看了吧？网友都说，第一次在这么暧昧的舞蹈里面看到了浓浓的胜负欲。是的，我不暧昧，我就爱赢。但是在这里，我承认我输了，我输给我妈了，跟我妈比嘴硬，根本比不过。其实还是很感谢节目组的，因为其实来这里之前，我和妈妈之间有很多禁忌话题，比如原生家庭、爸爸的事情，还有妈独自做手术的事情，听起来是不是很日常的话题？但我们平时都不聊。有些朋友可能好奇了呀，这都不聊，那聊啥呀？我们跟英国人一样聊天气。哇，今天天气好好啊！是啊，天很蓝啊。其实根本没有拉开窗帘，打开手机看眼天气预报就知道啦。
我参加这个节目的初衷没别的，就是想跟我妈混熟，不想再跟她搞暧昧了。但是你们不觉得也很荒谬吗？20几年混不熟，全指这10几天混熟。还真别说，在容嬷嬷、李嬷嬷和桂嬷嬷的帮助下，我现在什么都敢说。我们刚来这个节目的时候啊，参加了一个旅拍，都知道那种爆改妆容吧？那个妆容呢，我妈明显非常不满意。我就问她，你是不是想换装？她说没有，然后一直皱着眉头问我啊，这个妆是不是显得人很凶啊？当然凶了，一直皱着眉头能不凶吗？我说换吧，她说不换。我说换吧，她说换了化妆师难看。我说她再难看能有你的脸色难看吗？说真的，化妆师都没你那么爱装。哈哈哈，是不是有点狠了？但不能怪我啊，因为我妈上这个节目的愿望就是希望能跟我干一架，所以我不能收手，我要继续出击了。来吧，我要郑重地驳回你说的“我可以随时抛下你”这句话。首先，我不相信这句话是你真心的；其次，我永远不会抛下你。抛下你，我们还怎么干一架呀？当然是要在一起才能随时干架啊！好的，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防着我了啊，不然我又要破防了。这段时间你还是总不承认自己的脆弱，就假装坚强洒脱，其实谁也没有骗过。妈妈，你的演技真的不太行。对，不只是现在的我，连10岁的我你都没有骗到过。就当时因为看了节目的都知道，当时妈妈跟爸爸的关系不是很好，然后每次我问爸爸去哪啦，你眼神就闪躲，支支吾吾的说啊，你爸呀，他在忙，我又不想戳穿你，我就只能说，忙点好啊。但我心里想，他在忙，能有你的眼神慌忙吗？我只能说，咱们还是挺有默契的，在演技这一方面。你不止爱演，还特别能忍，跟我爸10年不说话才离婚的。你觉得是谁有问题？我觉得肯定是你有问题，你有严重的拖延症。我爸呢，有严重的失语症，真的很厉害，一回家就不说话，以至于他在家的时候，我也不太敢说话。有一次，小时候经常要写这种关于父亲的作文，我就鼓起勇气想去观察一下他，然后发现他根本不在家。我只能说啊，父爱是沉默的，因为根本没有。不过老实说，我现在见的人也多了，我觉得对他呢也有所改观了。毕竟哪个中年人可以在外面做完生意回家忍住不吹牛的？也就我爸了，一点爹味没有啊！不管了，我们一起努力提高演技。当然了，生活里面我们就不要再互相演了，像现在这样真实的干一架吧。谢谢大家，我是程潇。所以今天潇潇妈妈有觉得女儿今天的脱口秀出舞台非常打动你是吗？妈妈已经很感动了。这个眼泪的来由是，我女儿这么棒。哇！哎呀，你看又戳我泪点了。我觉得潇潇她对我的吐槽，不如说是她对我的心疼更多一些。触动我的泪点没有忍得住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潇潇说了一句，她说很想观察爸爸，但是发现爸爸都不出现。就是我觉得我的孩子，我确实是没有把他们保护好，就是我可能极力的想掩饰，就是减少对他们的伤害，但是其实还是有伤害。
就是觉得这种伤害弥补不了，也抹不掉，我们都是这样硬生生的扛过来。那接下来出场的呢，这个演员哈，他经常拿金牌。哎，但是今天哈，他不秀球技了，秀段子。冠军的脱口秀首秀，朋友们，让我们掌声有请陈就是我不知道应该从哪个点去吐槽的。这妈妈这搞不好写，不是搞不好写，因为他没有很明显的槽点。对，很对我这种稿很难写。就是有的严厉。时候就是问我的时候说有没有说跟妈妈有什么争吵，我觉得没有。确实，我觉得他这稿真的最难写。冠军的脱口秀首秀，朋友们。大概念了多久的课？5分钟就过了一遍，我看完了。这么快？嗯，他一点也不紧张，也不着急，就心态特别好。顺一姐，你太努力了。不是我就今天早上自己过了一遍。哇，他们这是叫什么？废寝忘食。我看你们每个人都那么认真，完我早上我就自己过了一遍。我要梗够，我要 punch line， 我要明天的人笑。很多话亲人是不能说出口的，我妈一定接受不了。我妈鼻子里面可以酿醋，改梗，弄狠一点，再狠一点，直接戳心窝子。我觉得有点太狠了。他们说我终于有了自己的代表作，经典程度不亚于我表哥的闹太套。这个事情其实很难说出口，一方面我怕你们不笑，另一方面我怕自己不笑啊。氛围感拍照，觉得我们两个对拍照有欲望。哎，这个张照的好。哟嗨嗨耶321，哇，可以。这个节目要是女儿的恋爱就好了哈。Hello， 大家好。你说谁能看出来他50了？你才50了你。佳姐不好意思了。蔡老师太会穿搭了。对，这叫什么？老黄瓜刷力气装嫩。什么年纪，老师？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是女儿是妈妈的第1届沙滩运动会。好的，今天这个运动会的目的呢，主要是要通过游戏的输赢来让各位选择我们4位男主角。我今天不想选6位，去跟蔡老师谈情说爱，有点不敢。我的印象就是选吴泽林，因为我觉得他挺内敛的。如果是根据这个角色来选的话，其实我也比较想演这个校园剧。那我选选一个助理吧，我可以为你端茶送水。你应该体验一下我，就是职场精英，而且我对你这种占有欲极强。所以我选。大家好，我是石宇，欢迎来到母女关系探索中心。这一期我们大胆尝试了一种别出心裁的沟通方式——脱口秀。我们把喜剧当作打开母女心门的钥匙，用看似玩笑、轻松的吐槽的形式向妈妈传递心声。我知道您为我好，也希望您能听听我的想法。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妈妈们也能更多领会吐槽背后的真心。脱口秀让程潇和梁爱群母女也进一步敞开了心扉。我女儿这么棒。梁爱群因为过往的一些创伤经历，对于表露不好的情绪，内心是有很大的顾虑的。但脱口秀让她看到，勇敢表达并不会带来糟糕的结果，反而能拉近关系。所以我们发现，关于沟通，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勇敢开启沟通的第一步。只要迈出了第一步，后面就容易了。每一个停顿都要给我掌声啊！哇！我们能看到黄圣依对于自身的职业认知度是非常高的，也很自洽。
他认为公众人物展示真实关系状态是一种社会镜像，观众可以从中照见自身亲密关系的经营盲区。同时呢，他自己也会通过观众的评价和讨论，让自己的亲密关系获得改善，自己得到成长。这一期呢，李佳格和博永霞这对母女在谢谢你吐槽环节再一次发生了争执。李佳格和妈妈争吵以后，当天就能无痛和好。完了。这种做法呢，本意一定是出于为对方好的，但是也恰恰为下一次争吵埋下了隐患。因为快速和好会让吵架的成本降低，会认为无论如何他都不会离开我，那样的话谁还愿意花心思去改变自己，去努力控制情绪呢？对于李佳格和妈妈的问题，不妨试试用求助式沟通的方法，换成妈妈我需要你来帮帮我。妈妈也可以对女儿说，女儿你可不可以这样做。其次呢，这对母女可以尝试通过求助第三方的方式来解决母女关系问题，比如通过家庭成员、朋友或者是心理相关的专业人员来进行辅助沟通。在这场别开生面的脱口秀中，我们见证了全新沟通方式的魔力。母女间的沟通壁垒本是常态，但试着换一种对话姿态，或许就能让坚冰消融。屏幕前的您，不妨也用这份巧思去尝试敲开心门吧。是来电也是牵挂，用动感地带芒果卡，让惊喜在岁月里生花。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他说女孩应该学着矜持一些，我偏要大笑证明生命的热烈，当自由的风筝乘风去那天边缘，他担心我跌跌撞撞受伤被骗，我偏要向着南墙亮出手中利剑，打不穿我倔强，像风筝拉扯两端的线，直到我们开启同一片天空的语言。我可以飞更远，去远方呐喊，再一次做自己，一同去明天，会随爱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是女儿是妈妈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专家博主共同探讨原生母女代际关系。上微博搜索话题是女儿是妈妈，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和嘉宾旅途日记。上百度搜索是女儿是妈妈，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 YY 直播。